在这个社会里，许多人都感受到发家致富的道路上布满了各种看不见的障碍，似乎有无数的陷阱在阻碍着我们前行。那么，这些挑战真的无可克服吗？今天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陷阱的本质，并分享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你突破困境，实现财富自由。先给大家讲个故事。穷人向佛祖抱怨命运不公，说自己每天辛苦工作，生活却依然艰难，而有钱人每天不劳而获，钱花不完。佛祖问：什么样才算公平？穷人回答：让富人和我一样穷，干一样的活。佛祖同意了，把富人变成了和穷人一样贫穷的人，并给他们每人一座煤山。穷人习惯了苦力活，很快挖了一车煤，卖了钱后又花光了。而富人则只买了几个馒头，把剩下的钱留着，第二天又雇佣了2个人帮他挖煤。这样，富人赚得更多，又雇佣了更多工人。1个月后，穷人只能挖煤山的一角，赚的钱全花掉，几乎没有积蓄，而富人则挖光了煤山，赚了不少钱，迅速又变回了富人。实际上，决定一个人贫富的关键往往在于思维。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人生。以下这些贫穷陷阱你一定要注意。永远固执己见。这个故事来自网友小豪。25岁时，小豪省吃俭用攒了10万元，并计划与父母再凑8万元作为首付购房。当时的房价为每平方米6000元，因此他计划购买一套接近100平方米的房子，总价约为60万元。然而，父母不同意，认为等他们去世后，房子自然会归小豪所有，无需购买新的。28岁时，小豪存了20万元，认为自己不需要依靠父母垫付首付。但此时，房价已上涨至每平方米 1.3 万元，同样大小的房子总价约为130万元。按照 30% 的首付比例，小豪需要支付39万元，但他只有20万元，显然不足。父母建议等待房价下跌再购房，认为房价总会回落。到了30岁，房价进一步上涨至每平方米 1.8 万元，同样大小的房子总价约为180万元，小豪彻底买不起。如果小豪在25岁时购房，5年后房价上涨至每平方米 1.8 万元，他已经拥有了一套价值180万元的房产，资产增长显著。小豪感叹，父母不是懒惰，不是不思进取，他们只是固执，思想陈旧，像是生活在被禁锢思想的贫民窟里。哲学家罗素说过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，而傻子们坚信不疑。一个人思维的贫穷表现在固步自封，喜欢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，还不愿意学习。他们常常一根筋，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事物，评价一个人要么好，要么坏，事情看得很极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，才能让自己的思维不再狭隘。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，放下偏见和固执，人生才能走得更远。只节流不开源。企业家林军讲过他2位员工的故事。这2位员工都是他通过校园招聘招进来的，能力相当。刚进公司时，年轻人都没什么钱，只能把房子租在北京5环外，每天上下班光通勤就要消耗4个小时，又耗时又累人。林军建议他们，你们可以在离单位近一点的地方租房，虽然贵一点，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员工马俊照做了，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，而员工张萌没有，理由是太贵了，不能浪费钱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马俊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提升技能，很快拿到了各种专业证书，工作能力也大幅提升。3年后，马俊的工资翻了2倍，而张萌3年工资只涨了800元。穷人思维有一个大误区，就是把钱看得太重，只想着存钱，不懂得如何花钱。他们舍不得花钱投资自己，不愿意花钱买知识、买服务、
买信息来提升自己。而拥有富人思维的人恰恰相反，他们喜欢花钱投资自己，舍得花钱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和认知。那些具有富人思维的人会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利益，取得更高的成就。总是先得到肯定再行动。老郁在《人生算法》专栏里说，穷人思维倾向于拿到确定的东西，他们不接受概率；而富人思维则相反，每次选择时都愿意根据成功的概率和自己的本金来下注。意思是，穷人目光短浅，只顾眼前的小利，而富人目光长远，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，追求更长远的收益。管道的故事，这本书讲述了意大利某小山村2位年轻人的故事。博波罗和布鲁诺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，成为富有的人。他们同时获得了一份好工作，把其他村子的河水挑运到本村广场的水缸里。最开始两人都是提桶打水送水，提得多赚得多。布鲁诺高兴地认为梦想实现了，计划每天打水领钱攒钱买衣服买房子。而博波罗觉得这样赚的钱即使每天不懈努力也赚不了多少，建议挖管道直接把水引到村里。布鲁诺认为这是个坏主意，满足于每天挑水领钱的生活。于是博波罗把时间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挑水，一部分挖管道。从铺设管道的第1天起，百波罗赚的钱就减少了，村民们嘲笑他是管道工。2年后，博波罗的收入还不如布鲁诺，布鲁诺得意地嘲笑百波罗。然而管道竣工后，水直接引流到村里，布鲁诺失业了，而博波罗凭借管道赚得盆满钵满。布鲁诺拒绝挖管道，因为他贪恋挑水领钱的稳定生活，不相信管道能带来未来收益。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，只盯着眼前，目光短浅，面对选择时倾向于追求确定性结果，只看到眼前利益，不愿意做暂时没有收益但有长远价值的事情。巴菲特说过，我的一生中从未遇见一位没亏过钱的富人，却遇见许多什么都不敢干而从未亏过1分钱的穷人。目光短浅是穷人穷的重要原因，他们只顾眼前利益，不愿为了未来的幸福忍受眼下的辛苦和艰难。呼兰河思维。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是一个灰扑扑的偏远小城，气候寒冷，村民生活非常困苦，几乎都在地里刨食吃，逢年过节连块豆腐都买不起。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，他们不想着如何改变现状，而是互相看热闹，互相拆台。谁家出事，村民们就聚在一起议论，眉飞色舞，似乎比过年还高兴。王寡妇的儿子淹死了，他们不安慰，反而造谣，说是得罪了天上的龙王爷，活该遭报应。卖馒头的老头摔了一跤，他们不帮忙，反而趁机偷2个馒头，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。在呼兰河，村民们认为只要别人生活不如自己，自己就算是胜利了。他们整天琢磨怎么给别人使坏，把别人从高处拉下来。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过底层陷落概念。如果你身处底层，就很容易陷入互害模式中，大家互相踩踏，没时间提升自己，最终集体陷入困境。呼兰河的村民就在互踩中沉沦，无法自拔。老话常说，上等人帮人，中等人挤人，下等人踩人。嫉妒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想方设法破坏，最终伤害的其实是自己。看过一个故事，一位果农精心培育出新品种水果，销量特别好。邻居们见状，纷纷向他请教。果农担心有人抢了自己的生意，便一一回绝。没想到第2年收成的水果品质下降很多，没有果贩愿意收购。专家告诉他，只要把培育方法分享给邻居们，水果品质就能提升。果农照做后，新1年的果子又大又好。原来当周围都是低品质的果树，经过自然媒介授粉后，它的好果树也变差。
而分享秘方后，果树得到高品质的花粉。在世上，没人是一座孤岛，可以自足。很多时候，你为他人搭桥的同时，也是在为自己铺路。弱者互踩愈弱，强者互助愈强。成全别人，也是成全自己。围城思维。围城里的方建宏是个极其矛盾的人，他志向远大，自尊心强，却不肯努力，整天混日子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上学时，他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柏林，换了3所学校，可没听几门，吃喝玩乐样样精通。回国后，因能力不足，多亏岳父帮助，进了银行工作。但他觉得不够体面，每天应付了事。后来，朋友赵新梅推荐他到三阙大学任教。拿着这份白捡来的工作，方建宏刚开始也有些得意，但因学历问题被降为副教授后，顿时牢骚满腹，恢复到混日子的状态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他还安慰自己，反正只是个副教授，没必要太卖力。讲课时，他照着笔记瞎念，靠东拉西扯熬到下课铃响。批改作业时漏洞百出，一旦有学生指出错误，他立刻斥责对方刁钻。学生们拿着证据投诉到学校，三阙大学很快将他扫地出门。方建宏固然可怜又可笑，但细品之后，你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当下人的影子。曾有网友问，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？有一个回答是，他们为现状焦虑，却没有毅力去改变自己，3分钟热度，时常厌恶自己的不争气，最多坚持的事情就是坚持不下去。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，却过着最煎熬的日子。是啊，持续混日子等死，间歇性踌躇满志，是多少普通人的真实写照。逃避历练，放弃成长，苟且偷安，在本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，眼前虽舒坦，未来的路却越走越难。还记得心理学上的马拉松定律吗？偷懒的马，刚一秒还看不起卖力的另一匹马，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，下一秒就被主人送进了屠宰场。好走的路，从来都是下坡路，走着走着就掉到了谷底。你在混日子中浪费的时间，慢慢变成困住你的深渊，让你眼睁睁看着别人飞速前进，自己被淘汰，却无能为力。肖申克思维。在肖申克监狱，有人望眼欲穿墙外的自由，有人却满足于墙内的安逸。图书管理员布鲁斯显然属于后者。老布被判终身监禁，早早接受了自身命运，习惯了监狱生活。在监狱里，他是个有教养的体面人，囚犯们尊重他，狱警们也和他有说有笑。他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着小车供囚犯借阅图书。他原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他获得了假释。出狱后，他被分配到超市工作，但旁人的歧视和与社会脱节的迷茫让他不知所措。离开监狱，重获自由的他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电影中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刚入狱时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，慢慢的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，这就是体制化。现实中，多少人也被体制化，生活被禁锢在方寸之间。当生存环境让你感到痛苦和不自由，怎么办？有的人像安迪，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的机会，积蓄力量准备越狱。更多的人可能是老布，安于命运，渐渐麻木。几年前，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甲骨文宣布裁员，900多人瞬间失去工作。但由于资历好，很多企业愿意接盘。后来许多企业深入了解后发现，这群员工的水平还不如新手。
虽然他们有10几年的工作经验，却在安逸的工作环境中停滞了技能提升。即便早有被裁员的预警，他们也无法逃离，最终只能落得惨淡结局。作家维纳说，安于命运的人往往选择随波逐流，在听天由命中一步步丧失人生的主宰权。当你对命运俯首称臣，上天就会变本加厉地打压你。岁月静好久了，生活就会变成一座监狱，把我们困于其中。我们只有一直往前跑，才能如同大江奔流，抵达波澜壮阔的大海。王庙村思维。在天道中，王庙村是贫困县里最穷的一个村庄，村民穷到1年4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。为了帮助村民脱贫，政府曾努力过，在村里建过木工坊、翻砂厂，几次三番劝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。但没几天，村民就嫌来钱慢，罢工不干，等着政府补贴。生活难以为继时，他们首先想的不是好好工作赚钱，而是跑到村里的教堂，祈求上帝让他们发财。凡事指望别人，一味等待他人施以援手，就是最典型的穷人思维。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，越是混得不好的人，越会叫嚣自己朋友、亲戚多么厉害，未来会拉自己一把，所以心安理得地躺平摆烂。这种人和王庙村村民没什么差别，都是等着别人来拯救。但即便能救得了他们一时，也救不了他们一世。汪国真说，机会靠自己争取，命运靠自己把握。周润发家境贫寒，做过酒店服务员、邮差、推销员。李宗盛草根出身，考了2次仍考不上大学，家人对他不抱任何希望，让他在家帮忙送煤气罐。他接到电话，就穿着拖鞋扛着煤气罐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。境遇再差，他们也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自立自强，努力走好每一步，靠自己走出辉煌的人生。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唯有自己强大，才能从容应对风雨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贵人，任何人的贵人都是他自己。聋子思维。20世纪初，一位英国商人计划在非洲大草原上建立野生动物园。为了更好地展示动物的凶猛，如何将笼子造得更大、更牢固是最大的难题。他请来很多专家，却得出结论：除非把笼子造得看不到边界，否则动物园无法体现野生和自然的特点。但这样成本将远超预算。一旁的清洁工随口说：“为什么笼子里一定要是动物？”商人听后轻蔑一笑，认为清洁工异想天开，继续在笼子建造上投入资金。但另一位年轻商人却听进去了，他设计出一种特殊的观光车，把动物放出笼子，将人装进笼子。凭借这种观光车，他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私人动物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第一位商人却深陷笼子思维，投入大量资金却一无所获，产业被卡尔根贝克收购。叔本华曾说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。很多时候，限制一个人的不是环境，不是能力，而是固有的思考方式。当你遭遇瓶颈时，试着提醒自己，山不过来我过去，此路不通换条路。跳出既定框架，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，你的人生或许就再也没有边界。晴天思维。俗话说，晴天被伞，雨天不愁。但穷人眼中只有眼前的晴天，看不到未来的雨天。深度思维中有一个故事。20年前，一个清华高材生去钢铁厂做技术员。他学历高又肯吃苦，很快升职加薪，做到了管理层。同时，他也发现钢铁厂效益下滑严重，传统行业正在萎缩，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。思量再三，他决定辞职，进军电商行业。众人不能理解，劝他守住铁饭碗，不要整日幻想。但他已看清所谓稳定下的暗潮涌动，坚决离开。10年后，
他创办的电商公司年利润已达千万。而那些守着铁饭碗的人失业降薪，少有人再有更大作为。很多人不曾经历风雨，便以为生活总是一帆风顺。但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你永远无法预知黑天鹅会从哪个方向飞来。动作娴熟的收银员可能会被智能收银台取代，技艺高超的画家在 GPT 问世时纷纷下岗。晴天思维让你看不到潜藏的风险，暴风雨迟早会来。别等到时代的巨浪出现，才发现自己无能为力。让自己时刻保持危机感，去成长，去进步，拥抱一切可能性，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。电梯思维。空旷的楼梯只有一个人，狭窄的电梯却挤满了人，仿佛人多的道路越容易让人跟随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听说股市赚钱便盲目入市，见短视频火了就想干直播，看同事都在考公务员也报名考试班，结果炒股血本无归，直播人气惨淡，考公难以上岸。世间无数人就是这样陷入电梯思维，跳进被安排好的圈套。走别人的路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。就像巴菲特讲过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小镇，一位商人开了一个加油站，生意特别好。第二个商人来了，也跟着开了一个加油站。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小镇上的加油站越来越多，生意越来越惨淡，后来的商人都赔了个底朝天。美国作家罗伯特·清崎在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一书中写道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，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而不盲目从众。稍作观察，你会发现能够脱颖而出的人，往往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。这种人不会跟风行动，拒绝情绪传染，能分辨是非真伪，做事前都会多想一想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才牢牢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。很多时候，抬头看路比低头拉车更重要。找准自己的方向，坚持深耕，才能在岁月的积累中悄悄拔尖。便宜思维。我在底层的生活。作者芭芭拉·艾伦瑞克曾记录过20位同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的家境、成绩、能力都相当，但10年后却出现了极大的贫富差距。艾伦瑞克集中采访了最贫困的6个人，发现他们的经历非常相似，上班后贪图便宜，选择住在偏远郊区，每天花大量时间在路上，因此用来提升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渐渐成为工作机器，无力做任何其他事情。艾伦瑞克在书中写道，穷人思维有个大误区，就是把钱看得太重，财富只会流向最匹配他的人。拥有便宜思维的人往往不愿意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自我投资，因此陷入贫穷循环。而拥有富人思维的人从不吝啬在自我提升上，因此能取得更高成就。即便大家在同一起跑线，深陷便宜思维的人也会因不愿花钱成长而慢慢掉队。我一直很认可一句话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变现，你亏的每一分钱都源于认知缺陷。世界瞬息万变，新兴技术业态不断涌现，各行各业都面临颠覆性变革。绞尽脑汁省钱，远不如不断用钱增值自己。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不遗余力的自我投资，未来定能看到回报。1995年，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场由500位富豪和政治家组成的精英会议。会议认为，全球化的发展将使贫富差距迅速拉大，阶层矛盾加剧。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需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，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娱乐。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理论。反思一下现实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？当你想认真做正事时，总有各种因素干扰你。学习没多久，你心痒难耐想打2把游戏，一打就是2小时。工作刚开展，你忍不住点开短视频，一刷就是半天。其实，这些奶头乐背后都是多巴胺陷阱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，能带来及时的爽感，
但同时像廉价的毒药，让你在快乐中不断沉沦。相反，内啡肽需要人克服本能才能艰难获得，但一旦拥有，就能享受自我提升的巨大满足。这个社会最残酷之处在于，穷人沉浸在多巴胺的爽感中，而富人却逼自己追逐内啡肽。哈佛商学院曾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：越是富人，越是精英阶层，他们的闲暇娱乐越喜欢采用补充型方式，如阅读、学习、运动；而越是底层的穷人，越喜欢采用消耗型方式，为自己提供快乐，如打麻将、玩游戏、看肥皂剧。不同的娱乐方式造就了命运的天壤之别。曾有一部记录股神巴菲特的片子，称为《沃伦·巴菲特》，片中巴菲特并未提供快速致富的秘诀，他只是不断看书、读报。普通人在看电视时，他逼自己看枯燥的学术资料；普通人在打游戏时，他逼自己吸收最新的财经知识；普通人在刷短视频时，他逼自己学习最先进的财富理念。他每天早上7点前准时起床，花5-6个小时阅读各种新闻和财报。他的办公室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，只有深厚的书籍和一桌子摊开的报纸。没错，摒弃低级娱乐，保持终身阅读与学习，就是巴菲特的成功秘诀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·阿尔特也说，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，自己绝不会上瘾，总是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。乔布斯的孩子从未用过 iPad， 周末总是在家看书、聊历史。Twitter 创始人没有给2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，孩子们放学后总是在补充各种精英课程。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，许多硅谷巨头下班后根本不靠近电子设备。如果你观察身边有钱人的生活，会发现很多富人明明很有钱，却仍发奋工作，不去享受放松；明明身材很好，却常年克制饮食，坚持健身；明明学历很高，还要读书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富人明白，多巴胺的爽感太廉价了。如果你沉迷于低级快乐，再多的财富也会在一次次的舒适中消耗殆尽。相反，获得内啡肽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强者要的就是征服。你只有一次次逼自己去做那些令你痛苦的事，去做枯燥但有价值的事，才能将财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在人追求快乐上，与动物相比，人追求的快乐应该更高级和伟大。多巴胺是动物性的爽感，但久而久之只会消磨你的时间，让你的人生变得空洞乏味。内啡肽是痛苦后的补偿，需要你费尽心血才能得到，却能为你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。井号，如何追逐内啡肽，改变现有的困境？3个建议送给你。1. 忍别人之不能忍。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即时快感中沉沦。但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忍耐一点，差距就会拉大。张一鸣怎么成功的？大学时，别人约会谈恋爱，他看书敲代码；别人打牌玩游戏，他看书敲代码。他说，为了避免平庸，一定要拒绝拉你走向平庸的那些压力、诱惑。所以，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放纵，你却选择了克制；周围人都在摆烂，你却选择了奋斗。日复一日，你自然能卓然出众。2. 狠别人之不能狠。能让你分泌内啡肽的事情，过程从来不会太轻松。村上春树刚开始跑步时，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，跑30分钟，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也要坚持下去。文学创作时，独自待在房间里，从早到晚，最简单的初稿都要反复修改8遍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成功，哪有什么不劳而获的成绩？人生的路就是这样，你对自己狠一点，生活才能对你好一点。3. 成别人之不能成。这个世界，凡是让人堕落的事情，
反馈机制都特别快。看10秒钟的短视频段子，你就能笑到抽筋；吃几口甜品、零食，你就觉得无比满足；打2把游戏，你就能意淫出战胜世界的征服感。但这种愉悦会让人逐渐沉沦，最终一事无成。相反，所有上进、牛逼的事情，反馈机制都非常慢。健身一次不会带来6块腹肌，但1年可以；看1本书不会带来认知上的改变，但看1000本可以。凡事不坚持，就尝不到内啡肽带来的甜头。咬牙多挺一会儿，遇事多扛一阵，命运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。愿你能逃离贫穷的思维陷阱，早日走上致富之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